我自幼便是被当作皇后培养的，直到庶妹落水被救后，原本怯懦的她忽然大放异彩，一词冠京城，就连太子也在宫中长跪不起，想改娶庶妹。我嫁入东宫后，主动帮太子抬了庶妹进门，我倒要看看他如何兴风作浪。父亲是当今皇帝的老师，素来以严苛古板的面容示人，就算是在家中，父亲对我也是十分严厉。玉和16年，父亲带5岁的我入宫叩见当今太后时，就因被太后赞了句周正得体，便被皇帝顺理成章赐婚给比我大了3岁的太子。但我知道，皇帝要的不仅是宋家的忠诚，更是我外祖玉家的势力。玉家世代镇守边疆，手上更是有一支以凶悍敢死为名的玉家军，这才保边疆安稳。我自幼便是被当作皇后培养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就连战策史料亦有涉猎。自我6岁起，家中便请了女夫子来府中授课。这女夫子是太后夫子的徒弟，亦是父亲向皇帝求来的恩典。只有京都的世家贵女才可前来同席，就连家中的几位庶妹亦是沾了我的光。这些年来，我皆稳居于前，甚至被女夫子赞文采不输男子。世人提及我，无一不是称赞。而这一切的转变，在长兴侯府的一次赏花宴中。长兴侯府新得了几盆皇帝赏的贡品，特地设宴邀请5品以上的京官女眷，我与几位庶妹自然在列。昨夜方下过一场大雨，马车放慢，一路走得平稳。母亲看着低垂着脑袋因紧张而不停搅动手帕的宋维月，眉头一皱，此次去的皆是京都名门女眷，你们莫要失了宋家的体面，话中所指不言而喻。我素来知道三妹的性子，便朝母亲递去一记安抚的眼神。三妹听后，果然将头埋得更低了。宴上不过是各家夫人如陀螺一般转来转去，对于长兴侯府要彰显皇帝对侯府的重视，大家自然是心知肚明。但这也是各家夫人打好关系的机会，若能攀上那么1、2个世家大族，或许也能对夫家的官禄仕途有所注意。我站在母亲身后，被一群夫人围绕着，夸赞之语不绝于耳，但面上端着的笑仍旧得体，就连唇角的弧度也未曾变过。一声不合时宜的惊呼就在此时传入耳中。当我转头望去时，宋维月已经落入了水中，双手不断扑腾挣扎，呼救声越来越微弱。岸上站着的是吓坏了的姑娘们，我最先镇定下来，赶忙使唤了身边的青四，青四便率先跳了下去救人。当初挑侍女之时，我一眼选中的便是会水的青四，不曾想她却在此时发挥了作用。青四比侯府的小厮更加敏捷，为让外男碰到宋维月半分，很快便将宋维月救上了岸。此时的宋维月已然不省人事，青四将绝活都使了个遍，宋维月也没有半分动静。正当吓傻了的众人以为没救了之时，宋维月却突然猛地吐出一口水来，渐渐睁开了双眸。醒了，醒了，终于醒了。就在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宋维月眸里的陌生。自此次宋维月落水之后，他大病了一场，足足1个月才下地。长兴侯夫人亲自上门赔罪，不过是一个没了生母的庶女，能得如此脸面，也就没人追究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只是逐渐被人遗忘了的宋维月重新回到学堂之后，着实让众人一惊。或许是因大病一场的缘故，小脸更瘦了些，皮肤也白皙了不少，比往日更有灵气些。脸上的胆怯不见，见着女夫子便大大方方地问安。课上他再不复往日的懦弱，大方询问。不仅如此，他竟还与夫子相辩，丝毫不落下风，直至夫子生气地抱着书册离去。我心里清楚，宋维月对此事见解通透。
夫子生气离去，并非因宋维月的胡搅蛮缠，而是因他所言无误，在众学生前被下了面子。我抬眼望去之时，没有忽略宋维月眸中的得意。就在当夜，宋维月低头恭顺地跪于正堂之中，上头坐着的是黑着脸的太师。既然嘴这般巧，怎不与为父辩上一辩？当太师听女夫子所言时，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那向来懦弱胆怯的宋维月，竟这般的能言善辩。女儿知错，爹爹才高八斗，更甚子建，女儿怎敢在爹爹面前卖弄？宋维月虔诚地西行至太师跟前，端起桌上的茶盏奉上，话语中满是讨好。女儿愿受任何惩罚，指望爹爹保重身子，消消气。太师先是一愣，眸中晦暗不明，没再说什么，只让宋维月跪了2个时辰，便让他回屋了。自此事后，宋维月更是毫不掩饰，在1月初时的以梅雪为题的诗会上，做出了一句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1段香，而被称之为才女。就连太子也不禁为之侧目。自此之后，宋维月更是诗作不断，颇受称赞。原先女夫子对我的称赞，如今也放到了宋维月的身上。年末，我的未婚夫婿太子身边的裴炎来了，请了宋维月前去踏雪赏梅。我将书册合上，失目于窗外漫天飞雪中2人登对的身影，敛一息喟叹。今年的雪下得有些大了。玉和27年，我与太子的成婚之日定在了半年之后。正当东宫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太子大婚的事宜之时，太子却在大明宫前长跪不起。太子杨生想求娶的并非是太师家的嫡长女，而是太师的庶三女宋维月。此消息一传出，我成了众矢之的。毕竟在外人看来，我向来是高高在上的，家世好，名声好，就连亲事也好，想看我笑话的人自然也多了。或许他们更想看的是太师府2女争一夫的戏码。父亲一下朝便来到我的院中，难得地宽慰着我：太子不过一时未想明白，你莫要介怀。月儿也并非有心的，兜兜转转，话头还是落在了宋维月身上。我怎么会忘记，这2年来，宋维月早已占据了父亲的心。父亲那严苛冷漠的面容，会因是宋维月而有几分松动。俏皮活泼的宋维月最明白如何讨好父亲，而且这2年来，宋维月的风头隐约有要压制我的势头。我怎会不知，对于父亲来说，我早已并非是延续宋家荣光的唯一人选。父亲最看重的不过是宋氏。我照常沉稳地应和着，父亲似是很满意我的表现，不吝地说了几句赞赏的话语，便起身离开了。父亲前脚刚走，宋维月后脚便来了，身上穿的正是父亲上个月赐的蜀锦制成的衣裳，精致白皙的小脸带着明艳与张扬。他本就生得好，只是先前太过胆怯而无人注意罢了。也就只有姐姐还坐得住，我只轻轻蹙起了眉头，便见宋维月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。我并非是想与姐姐争的，太子只会吟诗作赋，对我来说毫无意思。但没办法，我是女主，按照剧情发展，就应该嫁最尊贵的太子。宋维月耸了耸肩，似是很无奈一般，但眉眼中含的讥讽却毫不掩饰。走之前还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哎，炮灰女配的命运就是这样，谁让我才是女主呢？青似虽也听不懂他的话，但也听出了他话语中的嘲讽之意，愤愤不平。小姐，您怎就不急呢？若是太子真的退婚了，那我安抚似的看了眼青似，他如不了愿的，我心里都清楚，这场闹剧很快就能结束。一个无母的庶女与一个外祖家实力强盛的嫡女如何相争？他们想看的只是太师府的笑话罢了。就在太子跪了1天1夜仍不肯起身之后，皇帝大怒，
命人将太子拖下去杖打20大板。婚事照旧，在大婚之前不许踏出东宫半步。半年的时间很快就在洗礼之中度过，太子成婚仪式自然是盛大的。亲迎、叩祖、祭天，一连串的流程下来，早已是疲惫不堪。待红盖头掀起之时，红烛有些晃眼，对上的只是那不浓不淡的剑眉下那双淡漠无喜的眸子。我向来知道她生得好看，相比之下，我更显平庸。或许只有她跟宋维月站在一起，才称得上郎才女貌。合卺过后，太子抱起床榻上的被褥，只施施然留下一句：“今夜我去书房，你独自歇下吧。”我先是一愣，下意识伸手便抓住了那大红喜袍的衣摆。今夜你不能走。太子甩袖挣脱开了，力气之大让我身形不稳，险些栽倒。他面上的嫌弃丝毫不加掩饰，与我何干？他知道的，若他今夜走了，明日我便会成整个京都的笑话。若要坐稳太子妃之位，今夜至关重要。明日我便向皇祖母求恩典，让维月过门。在他发怔的双眸中，我看到了自己平淡如水的眉眼。太子还是在这歇下了，只是次日醒来之时，身侧的床榻早已冷下。我也顾不上出京人士身体的酸痛，起身前往皇帝皇后处请安，最后才踏入的慈宁宫。自我5岁后，父亲每年都会带我入宫给太后请安。我明白父亲的心思，太后是天下最尊贵的女子，父亲想要的不只是皇帝这一个靠山。父亲的野心，从我5岁入宫之时就知道了。太后比我想象中还要雍容华贵些许，那张保养得当的面容满是慈爱。相比于父亲的严苛，太后则满面笑意，亲切地唤我一声华儿，那是父亲都未曾唤过的。太后没有亲女儿，孙女也不爱与她亲近。当她看到我时，就觉得我身上有她当年的影子，故而将我当作亲孙女一般。她虽赞我周正得体，却更喜我伏在她的膝上，甜甜地唤她一声祖母。但碍于礼数，我只敢唤她娘娘。这些就连父亲也不知，只知太后疼爱我，常召我入宫陪伴。我持了多年的端庄贤良，只有在太后处才敢尽数卸下堆积在我身上的荣光。因婚事，我已然2年未曾入宫面见太后了。如今太后还是那般慈爱，只是鬓间多了不少的白发。待她遣退殿内奴仆之时，我才敢提着裙子小跑至前，如幼时一般伏在她的膝上，名正言顺喊出那句祖母。哎，好孩子！太后轻轻抚摸着我发上未被珠翠占据之地，眼里噙了我看不见的泪光。祖孙2人叙旧许久，直至午膳过后，也到了该离开的时辰。就在此时，我先裙一跪，俯身于地。孙喜想向皇祖母求一个恩典，这是我在与太后2人独处之时少有的大礼。太后的双眸随之而下，动若观火。良久，头上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。太后的懿旨很快就送到了太师府上。在一个吉日，宋维月坐着一顶小轿子，从侧门入了东宫，做了太子的侍妾。而我也送了许多物件去，毕竟都是宋家之女，也是我求来的。或许是觉得亏欠，太子来我房中的次数也变多了。但是只要宋维月的一句不是，他便会披上外衣，匆忙赶去。我故作熟睡般翻了个身，睁开了双眸，满目清明。东宫陆陆续续抬进了1位侧妃和几位侍妾，皆是权臣之女。太子每日除了处理政事，便是与宋维月待在一起，而我则在初夏之时查出了身孕。太子似乎欣喜了没几日，便听宋维月那儿砸碎了几个花瓶，上赶着哄去了。这样的戏码，我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日日前往慈宁宫侍奉。太后已至垂暮，日薄西山，身子愈见虚弱。
拖拖沓沓了好些年的病，在这几日忽然有了些好转，但我和太后心里都明白，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。太医亲口所言，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治。尽管我恳求太后，恳求她一定撑着等到曾孙的出世，也听她金口玉言应下，但仍是无用。太后还是没能挺过这个严冬，驾鹤西去。满宫白绸，皇后带领着众人跪伏在慈宁宫前，我数次悲痛难禁，几欲晕厥，泪流到麻木之时，忽的腹痛难忍。正当我捧腹因疼痛而皱眉之时，无意间对上了宋维月冷漠的没有一丝情绪的双眸，嘴角隐隐还扯着讥讽的笑意。在悲痛不已的众人之中，他显得格格不入。这是对太后的不敬，亦是对我的挑衅。玉和30年2月16，在凤仪宫天殿内，太后驾鹤西去的第2日，我生下了太子的长子。而在我生产之时，太子正忙着照顾因太后西去而哭晕过去的宋维月，外间只有皇后与东宫的一众侍妾守着。似乎方才面容冷漠之人，并非宋维月一般，就连长子的名字也是由皇帝所取的，顾文宏。在我生下文宏之后，太子更是以我早产淡子，身子虚弱为由，将管家全交由宋维月。尽管只是早了不过10日，也被他拿来做借口。我早已寒心，又怎会因此伤感？在文宏满月宴的次日，我抱着文宏前去凤仪宫给皇后请安。虽说我生文宏之时因太后之事情绪难自控，但好在文宏生下白白胖胖，也算是我数次懊悔之时的唯一慰藉了。文宏不似其他的新生儿，不爱哭，反而见着人就笑，逗得皇后开怀不已。抱着文宏离开凤仪宫之时，皇后的懿旨也随之去了东宫。我抱着文宏在慈宁宫殿内静默地站了一会，这才抬步离去。虽说你没见到你的曾祖母，但她也很疼你。在回东宫的路上，我压低了声与文宏说着。文宏似听懂了一般，圆溜溜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。管家权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，而太子似是为了补偿宋维月一般，以侍奉有功之名，将宋维月提为了侧妃。太子留了这侧妃之位许久，为的就是这一日。皇后也恐插手太多，有伤母子之情，不过是提个侧妃，便也未曾多加理会。在文宏周岁之后，陆侧妃诞下了次子顾文帝，我陆陆续续又抬了些貌美的妾室入东宫，但家世皆不高，既能分宠，也不至于撼动我的地位。这招似乎有些效果，毕竟太子与宋维月朝夕相对，或许也有些厌倦了。宋维月承宠最多，但至今仍无身孕，在太子心中的地位或许也大不如前了。一个庶女，又无外祖家的支持，靠的不过是太子的恩宠，才至今时今日的地位。或许是因为新人分了宠的缘故，宋维月难得地踏入了我的院中，精致美艳的脸上满是凶狠。你不过是一个炮灰女配，做的这些都是无用功。我才是女主，你撼动不了我的。我只淡淡抬了眉眼，语气平和：来人，撵出去。2个月后，我再度有了身孕。此时顾文宏已然1岁多，已经会吐流利清晰的话语。皇帝赞文宏天资聪颖，甚至将文宏带入大明宫中，亲自教导了些日子。而我这胎怀的辛苦，无暇分身顾及文宏。文宏在大明宫也让我安心不少。自我地位日渐稳固之后，宋家也因此水涨船高，朝中不少大臣奉承太师，皆称赞他教子有方，养出了一个好女儿，甚至想要他支点招。父亲来见我之时，满面春风：你是宋家最争气的女儿。只是他话锋一转，脸上的笑意也为此而收敛不少。你妹妹如今过得不好，你身为长姐，
也该好好照顾一下妹妹。想来是宋维月在父亲来时哭诉了一场，这次我没有再似往日一般顺着父亲的话应下，而是抬眸看向父亲。这些都是三妹自己选的路，是好是坏，并非女儿能够左右。女儿掌管东宫，无暇顾及，还望父亲见谅。父亲面色一僵，似乎有些接受不了向来对他千依百顺的女儿竟会驳他的话语。但我如今已是太子妃，他拿我毫无办法。或许是看我面无惧色，就连直视他的双眸也丝毫未曾退缩，他只留下一句“你莫要后悔”，便生气地拂袖离去。我在东宫举步维艰，谨慎行事之时，宋维月却享受着万千荣宠。那时的我，父亲却未有一句的关怀。宋维月如今不过是恩宠变少，父亲便急着来嘱咐我这个长姐好生照顾她。看着父亲离开的身影，我觉着有些可笑。玉和32年，我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龙凤呈祥视为大吉，太子难得的在我院子里待了好些日子，下朝之后要见的便是这一双儿女，共享天伦之乐。这几个月，除了我的院子，其他妃妾处未曾踏足过。顾文宏似是因此生了醋意，见着太子便直嚷着要抱，父子二人嬉笑作一团。看着二人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面容，我的眉眼间尽是温软。宋维月处又摔了几个花瓶，整日哭哭啼啼的。但如今太子心思全然未曾放在他的身上，去看过他2日，或许是嫌聒噪，再不去看他了。听到宋维月那处的动静，我方前去，朝他那梨花带雨的面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。就在他捂脸错愕之际，我怒然道：“大喜之事，你竟哭得这般晦气！若叫外人知道，不知会如何去诟病太子家宅不宁。宋维月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？张牙舞爪的就想扑上来打回来，却被我带的2个粗使婆子狠狠地摁住了。我扬手再赏了他一巴掌，随后揉了揉手腕，或许是打得太用力了，手腕有些发酸。宋维月满眼的不可置信，头发散乱，满眼凶狠，已经毫无往日仪态。手脚并用挣扎着想要挣脱那2个粗使婆子，但养尊处优的他又怎会是那2个婆子的对手？嘴里一并喊着：“啊，你个贱人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要告诉太子，你个贱人！”尖细的嗓音和污秽不堪的话语吵得我有些头疼，又是一巴掌下去。你若再吵，我便再赏你一个巴掌，直至你闭嘴为止。宋维月见我是认真的，被扇愣在了原地，听话地闭上了嘴。若你想将此事闹到父皇面前，你尽管同太子说。我摆了摆手，2个粗使婆子便松了手。宋维月一下瘫坐在了地上。我不再看他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自此之后，宋维月果然消停了不少。就在宋维月沉寂的这些日子，东宫陆陆续续又添了几位皇孙，东宫一下子便热闹了起来。主子，这是宋侧妃送来的。自掌国一事之后，就连日常的请安宋维月皆是以身子不是未来，太子也鲜少前去。日子之久，东宫似无了宋维月这人一般。如今宋侧妃3字一入耳，略加思索，才忆起这号人来。只见青四手上拿着一些册子，我翻开粗略地扫了一眼，上头皆是密密麻麻誊抄下来的佛经。或许是看到了我上扬的眉头，青四解释道：“宋侧妃说，反省了这些年，意识到自己错在何处，故而每日替太子、替您和皇孙们抄经祈福。还有一份已然送到太子那了。”我将册子交由青四，沉吟一声，随意寻个地儿放置吧，不必供入佛堂之中了。不论他是真情还是假意，他送来之物我皆不会去用。毕竟不知他在佛前求的究竟是让上天庇佑我，还是让上天快些收了我。太子连续几日去了宋维月的院中，宋维月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复了宠。除了上朝，
太子所榻必然是宋惟越处，甚至隐隐有当年盛宠之势。其他人或许疑惑惘然，但我心里头清楚得很。太子书房的那叠佛经之中，还夹杂着凄然婉转的诗作，句句皆是思念。不过宋惟越也就此收敛了不少，未再有挑衅的举动，看着还算安分。玉和40年秋末，皇帝病重，都说病来如山倒，但皇帝这一病却再也没起来。玉和41年1月初1，太子登基，改年号玉庆。新帝登基后，理应先册封嫡妻为后，再依次册封前嫡女眷。但新帝登基已然1个月有余，册封之事却迟迟没有动静。但我仍耐心地等候着，此事已是定论。就算他因宋惟越不惜拖延着时日，但后位只会是我的。身后的母家，膝下的子嗣，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名声，皆是我的底气。很快，封后连同余下女眷册封的旨意便送来了东宫。陆侧妃册封贤妃，而宋惟越仅仅是个昭仪，余下的以家世子嗣依次册封贵人、美人、才人。我住进了皇后专属的凤仪宫。虽说新帝也想将宋惟越册封妃位，但奈何他膝下无子嗣。宋家已经出了一个皇后了，若再册宋氏庶女为妃，宋家风头未免太盛了些。莫说是前朝老臣，就连太后也不会同意。宋惟越原也笃定自己至少是个妃位，可是不如人意，因此是找新帝哭过几回。新帝除了安抚，也别无他法。他根基未稳，自然需要前朝老臣的辅佐。听闻此事，我亲自做了一碗清汤银耳，前往大明宫。方踏入里头，便见案上堆积成山的奏折，以及斜靠龙椅皱着眉头的皇帝，满是疲态。或许是被叨扰了，皇帝满是不耐地睁开双眸。看到来者之时，只是稍有掩饰。很明显，他并不想瞧见我。我故作未曾瞧见一般，将清汤银耳搁置在案上，便站在皇帝的身侧，轻轻替他揉捏着肩膀，声音柔缓：“陛下正事繁忙，臣妾本不该打扰。只是陛下烦心，臣妾亦是。妹妹弑君多年，有功无过，自然担得妃位。”我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半年后便是大选。若等到那时，陛下以宋昭仪协助臣妾操持选秀事宜为名，册封为妃，岂不更好？”皇帝听后一怔，但或许是我贤良的名声深入人心，此话从我嘴中说出，也实在正常。皇帝牵过我替他捏着肩的手，示意我坐在他的身侧，眸中尽是愧疚。难为你这般用心，这些年是朕亏欠了你。我温笑着回握他的大掌，余有宽慰，夫妇一体，陛下所忧，便是臣妾之忧；陛下所想，亦是臣妾所想。这日过后，我便时常亲手做羹汤，出入大明宫，替皇帝补身，亦与他探讨时事。世人皆称帝后同心同德，是万民之福。半年后的大选，入选秀女若干，依家世册封位分，安置于东西六宫。而宋惟越也因操持选秀一事封为妃位，皇帝还称他做事妥帖，赐了协理六宫之权。虽说他膝下无子，但因担协理之权，地位于膝下有子的陆贤妃无异。玉庆6年5月初4，是我的35岁生辰，也是我嫁给皇帝的第19个年头了。下了朝后，皇帝便直接来到凤仪宫，命人将与我的生辰礼送上来。细瞧过去，皆是些皇后所用的钗环首饰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做了欣喜之态。毕竟皇帝能来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正当我们二人用晚膳之际，青四来禀宋惟越的贴身侍女求见，面有急意，声称宋妃腹痛难忍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来请皇帝过去看看。皇帝听了此话，连忙搁下玉箸，一句话不留，起身匆忙赶去。我淡淡的收回了目光，
独自享用着晚膳。却在此时，顾文宏匆匆赶来，手上还提着一个食盒，周正一礼。母后16岁的顾文宏表现得十分的老成，生得更似皇帝，身上隐隐有些帝王的威严。看着自己最疼爱也最聪颖的孩子，我弯了弯眉眼。顾文宏从食盒中拿出一个糖花来，这是儿臣用御花园的花碾橙汁加上饴糖一同熬煮做成的糖花。母后，生辰快乐！这饴糖被捏成了各种形态，簇成一朵糖花，做了个百花齐放。看着眼前这份用心的寿礼，我不禁湿了眼眶。顾文宏见状，上前笨拙地替我擦了擦滚落下脸颊的泪水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母后，您还有儿臣。”我看着眼前倾注了心血培养出来的孩子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先帝勤政，开疆拓土，到了这一代皇帝登基，已是时局安稳。除了前底的子嗣，后宫便再无新生的皇嗣了。就连前底的皇嗣也因病而夭折了2个，前朝大臣便以后宫子嗣单薄为名，提议选秀。这些年间，我陆陆续续操持了几次大选小选，挑的皆是年轻貌美的女子。皇帝逐渐开始怠慢朝政，夜夜与新入宫的妃子厮混，甚至白日荒淫。就算是有臣子上谏，也会被皇帝怒斥驳回，并削其官位，以此来让朝臣警示。久而久之，引发朝臣不满，民心不安。顾文宏想要去大明宫劝阻，却被我阻拦了下来。你只需安心做好你身为嫡长子该做之事，其余你无需去管。这万里江山，迟早是你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将野心说的这般坦白。顾文宏只是愣了一下，便将神色尽数收敛，折腰拱手：“儿臣遵命。”眼见着皇帝无心朝政，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民间甚至有荒淫无道、一代昏君这样的字眼传出。我前往大明宫，跪在殿外，背脊直挺，扬声：“臣妾有罪，求陛下责罚。身为皇后，就应有劝谏之责。眼见着皇帝如此荒淫下去，一国之后就应担责。”听到动静，皇帝从大明宫走了出来，负手而立，四目相对。闹剧就在皇帝亲自扶起皇后，二人携手共入大明宫结束。此日过后，皇帝便嫌少再赵姓嫔妃，也以后宫皇嗣充足为由，不再选秀，重新投身于政事之上。而因国母放下身段跪地劝谏一事，宫里内外议论纷纷，皆是称赞之语。甚至有百姓传唱：“有此国母，乃皇室之幸，百姓之福。”裕庆9年，皇帝不顾朝臣劝阻，以9世公规的名义，将膝下仍无子嗣的宋惟悦封为贵妃。自皇帝登基以来，承宠最多的便是宋惟悦，肚子却仍无动静。一对社稷无功，二对皇嗣无助，一个庶女自然不配贵妃之位。这到底是后宫之事，朝臣的异议很快就被皇帝压制下来了。只不过因着此事，君臣离心。而册封仪式是我提的。裕庆10年，自皇帝42岁生辰之后，身子似乎一日不如一日了。他肉眼可见地憔悴了下来，身子也愈发瘦弱。就算是医术精湛的太医令前来诊脉，也诊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能眼看着皇帝一日比一日的虚弱。可如今的皇帝不过40余岁，正值壮年，这般突然的就病了，还查不出原因，自然让朝野上下惶恐不安，纷纷上谏到了该立太子之时，否则民心难安。嫡子有2，长子已至弱冠之年，聪慧沉稳，雄才大略，颇有帝王之相，自是最佳人选。皇帝在朝臣的上谏声中写下了立太子的诏书。听闻立太子一事后，我唤来卿嗣，往后的羹汤药膳正常做便好，该处理的处理了，莫要留下把柄。卿嗣会意，退了下去。我合上了双眸，
心里的石头终是落了地。自新帝登基后不久，我时常送去的羹汤皆是下了奇毒的。外祖家镇守边疆，什么样的毒药没听说过？若要拿到，轻而易举。此毒为何称奇？只因其为慢性毒，可在体内潜伏数年之久，此前却半点征兆也不会有。一旦发作，十死无生。这潜伏了多年的毒性也该发作了，它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尽管皇帝挣扎者张贴了无数的皇榜，遍寻了京都内外无数的名医，皆诊不出皇帝身上的怪病。眼看着皇帝一日比一日绝望，直至弥留之际，我带着西夏的一队龙凤前往大明宫，让他们好好的送父皇一程。皇帝已然憔悴不堪，眼窝深陷，开口说了文弘二字，似乎就已然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了。子女在他身侧哭过一番后，我便以想与皇帝独处的理由，让他们去殿外等候。皇帝颤颤巍巍地将手伸了过来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伸手握住了他。皇后，是朕亏欠了你，下辈子朕偿还你。我抬袖擦去面上的泪水，将唇凑近了皇帝的耳边，似是一对亲密的夫妻耳鬓厮磨一般，一字一句，下辈子我不要再遇见你了。当我坐直身子之时，只见皇帝似是因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一般，双眸睁大，满是不可置信。我松开了他的手，而他的手也因无力而落在了床榻上。泪痕已干，我的脸上再无情绪。文弘在与朝臣议事，此话一出，皇帝似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因怒意上心头而呼吸加重，双眸死死地盯着我，想用力撑起身子来。你毒妇！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出这句话后，突然就摔回了床榻之上，再没了动静。只是那双眸子未曾闭上，仍旧盯着我，满是怨恨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直至他没了气息，才伸手合上了他的眼皮。就算他死了，我也无法原谅他的薄情，无法原谅他的所作所为。我垂下眸子，起身在抬眸之时，已是蓄满泪水。我走出殿外，朝着等候在外头的宫妃皇嗣以及宫人们哭道：皇帝驾崩！皇帝驾崩后，群臣当即参拜新帝，改称太子为皇上，登基大典定于下个月的初一。我带着一道旨意来到了翊坤宫，亦有辅佐之意，可见先帝的心思。或许在他的心里，妻子只是当初自己想求娶的宋维月罢了。宋维月在看见我的这一刻，激动得快步朝我走来。你是不是带着先帝要册封我为太后的旨意前来的？我就知道，那道圣旨是陛下在我面前写的，是他允诺我的。宋华章，我再也不用屈于你之下了。宋维月说的没错，先帝是曾留下一道册封宋维月为太后的圣旨，欲立两宫太后。我是带着旨意来了，是你陪葬的旨意。宋维月脸上的欣喜逐渐转变为错愕，他不可思议地后退了2步。陪葬？不可能！你骗我！那道旨意是皇帝亲写的，你怎么敢？宋维月似是回过神了一般，脸上满是凶狠，似是恨不得扑上来将我撕碎，却被死死地按跪在地上。我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他，看向他的眸中满是轻蔑。你看清楚了，这是皇祖母先太皇太后的旨意。皇孙驾崩后，由其无子嗣的爱妾陪葬。文弘会在你死后追封你为太后，与先帝合葬。我不要，我不想死啊！不可能！我是女主，我怎么能死呢？我怎么可能死呢？宋维月不断地挣扎着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丝毫没有了往日的美艳动人，嘴里喃喃着。我冷笑着凑近了他的耳边，低语一句：你从哪来的，就滚回哪去。宋维月的眸中满是惊恐，双腿不断蹬着，想要往后退去，似是在看一个怪物一般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
我没再看他，而是转身离开，任由他哭嚎追问，我也没再回头。其实我知道，我的三妹早已经死在了那年的赏花宴中。她死后追封为太后，也算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亏欠她的。若我当年能看好她，或许她也不会死得不明不白。皇祖母的这道旨意，是她当年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。也正是这道旨意提醒了我，让我在宋维月过门后送了藏有不孕药物的赏赐过去，以至于宋维月这么多年来仍无身孕。太后虽非我的亲祖母，却胜似亲祖母，只是能孝顺她的时日还是太短了。我抬头看了一眼漫天飞雪，脸一息未叹。今年的雪下得有些大了。